说我给我妈报仇是幌子，我是对这个社会不满，对生活不满，我把人家杀了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个神经病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。13岁少年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人打死，22年之后长大的他为母亲报仇，在大年30送3个人上西天，然后到警察局自首。这个案件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，有的人说他是为母报仇的忠义孝子，也有人说他是滥杀的暴徒，他的行为至今在民间仍然争论不休。今天呢，我们就重新梳理一下这个案件，时间回到2018年。案件发生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的一个小山村，叫南平村。2018年2月18日，这天是大年30，村民们都置办着年货。按照当地的习俗呢，大年30是上坟祭祖的日子。村里有一家姓王的，王家呢有父亲王自新、妻子杨桂英、大儿子王孝军、二儿子王富军、三儿子王正军。当天中午，老大王孝军和老三王正军两兄弟结伴上坟，祭拜完祖先之后，返回的路上突然冲出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，手拿尖刀。那人速度很快，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呢，老三王正军就当场被刺死了，趴在地上。老大王孝军被追着刺了多刀，最终倒在了路边的沟里。凶手对二人进行了补刀，之后又来到了王家，见到坐在堂屋门口的王自新后，手起刀落，将71岁的王自新也给杀害了。然后凶手拿出了汽油瓶，将死者王孝军的汽车尾部点燃。大火燃起之后，凶手扬长而去，一边跑一边大喊着：“22年了，我终于报仇了！”凶手行凶的过程当中呢，有很多村民都看到了，也都给吓懵了。因为凶手手拿尖刀，村民们也不敢阻拦。警察来到现场，拉起警戒线进行调查。王家的父亲王自新、老大王孝军和老三王正军三人都已经死亡。老二王富军当天因为到女朋友家去帮忙，结果逃过了一劫。当时是中午12点40左右，然后我在我女朋友家里面在给帮忙做午饭。警方怕王富军再遭遇不测，于是呢将王富军和他的母亲安置到了安全的地点。经过调查，凶手是王家的邻居张家的小儿子张扣扣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案发后的第3天，张扣扣主动到警察局自首了。接着他就被带到了村里指认现场。路上，张扣扣一脸平静，戴着手铐和脚镣，看到认识的村民还会打招呼。回到警局后，张扣扣也非常的配合，主动说明了作案的过程和动机。被害的王家和张家是邻居，两家相隔只有10多米的距离。王家是几间破旧的瓦房，张家是一栋白色的2层小楼。从张家的2楼能够清楚地看到王家的院子。根据张扣扣的交代呢，他之所以作案是为了报复王家，之所以要报复王家，还要从22年前的另一个案子说起。俗话说得好，远亲不如近邻。本来王家和张家的关系还是不错的，在那个艰苦的年代，有什么事呢，两家人都互相帮忙。后来因为一件事，两家反目成仇了。1994年，村里的一个粮食加工点对外承包，两家都想承包。最后两家经过商量决定一家承包1年，由王家承包第1年，第2年呢再由张家来承包。结果王家承包1年之后，眼看着赚钱了，王家就不肯放手了。等到第2年本该张家承包的时候呢，才知道王家已经提前跟村里续上了几年的合同。张家找到了王家去理论，结果王家打死不承认，因为当年只是口头约定并没有什么书面证据。张家呢也只能罢休。但是从那以后，两家的矛盾冲突不断，后来两家基本就没有了来往。张扣扣的母亲叫汪秀萍，是一个热心肠，但是她性格泼辣，不是一个肯吃亏的人。因为王家不守信用的事呢，也没少发火吵架。1996年8月27日，汪秀萍洗完衣服回家，路上呢经过王家，看到了坐在门口的王家二儿子王富军。看到王家人就来气的汪秀萍经过的时候，就往王富军的跟前的地上吐了一口唾沫。王富军一看就骂了一句：“这个疯婆子！”
汪秀萍一听就更生气了，又转回来，又往王富军的身上吐了一口，这一次直接吐到了汪富军的脸上。汪富军当时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，年轻气盛啊，就打了汪秀萍一个耳光，两个人就厮打了起来。两家人听到动静之后都冲了出来，王富军的弟弟王正军也参与了厮打。汪秀萍接过了女儿张小波递过来的扁铁，就打在了老三王正军的头上。事情再次升级，老三王正军在地上拿起一根木棍打在了汪秀萍的头上，汪秀萍应声倒地，双方这才停手。根据汪富军的说法，汪秀萍当时是自己爬起来的，然后呢被丈夫张福如给扶回了家里。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扶起妻子回到家里，妻子神情恍惚，口吐鲜血。当时年仅13岁的张扣扣目睹了整个过程，母亲口吐鲜血倒在了他的怀中。后来张扣扣的父亲张福如找到了村长，他说我老婆被打成这样了，王家人也不给送医院救治。村长呢就把两个家人叫到了一起商量。王家人认为汪秀萍挑衅在先，自己的孩子也被打了应该各自送医院治疗。经过一番的争执之后呢，王家人才将汪秀萍送到了医院。但是谁都没有想到，送到医院之后，医院就下达了病危通知书，没有多久汪秀萍就确认死亡。人没了，事情闹大了，村干部一看只能报警了。警察来到之后，就将当时参与的王自新、王富军还有王正军3个人一起带走调查。为了查清汪秀萍的真正死因，需要解剖遗体。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，最后法医在张家门口的大路上进行了公开解剖。法医将汪秀萍的头发剃掉，切开头皮，锯开头骨，再将头骨给合上。最终法医确定汪秀萍正是因为木棒击打中了头部而死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最后留下了主动供认罪行的老三王正军，王自新和老二王富军都被放回了家里。汪秀萍被解剖的时候呢，周围有很多村民围观，而当时13岁的张扣扣也在场，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解剖开颅。整个解剖的过程，这个13岁的孩子非常的冷静，没有哭闹，但谁都没有想到，仇恨的种子深深的埋在了他的心里。1996年12月5日，当地法院针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理。法院认为，被告王家的小儿子王正军当时是未成年人，并且能够主动的坦白认罪。被害人汪秀萍对引发本案的起因上有一定的过错行为，所以对王正军从轻判罚。一审判决王正军故意伤害致人死亡，有期徒刑7年。张家人觉得出庭作证的人都和王家的关系很好，证言都是对王家有利的。张家认为是因为王家有人在政府当官，很多人都出来做了假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人家挨着当官，在农村都是谁敢挨当官，我向着谁说话，这是个事实。假如说我爸爸的儿子有当官的话，老百姓都向着我们说话。所说的这个当官的人是王家的大儿子王孝军。根据王孝军的履历，1996年8月案发时，王孝军在庙坝乡政府担任党政办主任。1998年7月提拔为庙坝乡的副乡长。张扣扣的姐姐在采访当中说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很多人所说的都不是真实的。另外，张扣扣的姐姐说，打死人的木棒不是在地上捡的，而是王家人从家里拿出来的。那个棒子是从屋里拿出来，并不是在马路边捡的，马路没有那么多棒子等着他捡。张家人认为，当时是3个人参加了殴打为什么只判了1个人，另外2个人没有被判刑呢？他们3个人合起伙打，他们3人都应该治罪，为什么他1个人治罪呢？还有一点，在后来的采访当中，张扣扣的父亲和姐姐说，拿棒子打死人的不是老三王正军，而是王家的老二王富军。他们说，正是因为王正军没有成年，所以被推出来顶罪的。当时您看到的是老二的？是老二。老二咋的？他们最小的，最小的因为啥不够18岁。对于民事赔偿部分，张家提出了包括丧葬费、赡养费、抚养费以及死亡赔偿，总共25万元赔偿金。但是法院认为，被告人王正军系在校学生，又未成年，家庭经济困难，确实无力全额赔偿，最终判被告赔偿张家9639.3元，减掉张家已经支付的8139.3元的丧葬费，张家实际收到的赔偿金只有1500元，一条人命最终只赔了1500元。1500，但是这是事实。
就1500，从此之后了结了，没了，啥事都没了。中央电视台曾找过法律专家分析过，专家说汪秀萍的案子依照的是1979年的刑法判的，这个判决在法律的规定之内。判定的赔偿金额之所以那么低，去掉丧葬费只赔偿了1500元，这一点也是人们讨论的有争议的一点。在央视的节目里的解释是，赔偿的金额没有具体的标准，一般都是法院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裁定的。因为当时人们普遍都很穷，就算判多了，实际上被告也赔不起。虽然对于这样的判决，张家人始终无法接受，但是在法庭规定的时间之内，张家人并没有发起上诉，判决发生了法律的效力。后来张福如还想上诉，还找人写状子，但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。这个案子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慢慢的很多人都淡忘了，但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个被人淡忘的案子，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并没有被忘却。张扣扣在事后曾经说过，他这辈子永远忘不了的有3件事。第一，就是亲眼看着母亲被人用木棒给打倒；第二，就是亲眼看着母亲死在了血泊当中；第三，亲眼看到母亲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法医切开头颅解剖。当时他只有13岁，不能帮妈妈做些什么，但是在他的心里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长大之后给母亲报仇。母亲去世之后呢，张扣扣就变得沉默寡言。张扣扣也曾经透露过要给母亲报仇，但亲戚们呢都觉得是小孩儿说说而已，没有当回事儿。2001年，张扣扣初中毕业之后呢，参军入伍去了新疆，在部队中每天刻苦训练。在此期间呢，张扣扣一直表现不错。有一次连长就问他为什么要入伍，没想到他的回答是强身健体，为了给母亲报仇。连长详细的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连长就非常同情张扣扣的经历，但是张扣扣的想法非常的危险，于是连长向上级反映，部队呢还专门安排人给张扣扣做思想工作。2003年，张扣扣退伍转业，转业后呢，张扣扣辗转全国各地打工，后来还到阿根廷出国打工。经过努力，将自己辛苦攒下的2万元积蓄给了父亲。父亲在家里盖起了2层小楼，打算2楼给张扣扣做婚房。2005年，张扣扣还交了一个女朋友，但是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呢，张扣扣选择了放手。也许是他也曾经想过要成家立业，照顾父亲，好好过日子，但他始终无法放下心里的仇恨。2017年，张扣扣从阿根廷回来之后，一直待在家里，这让父亲张福如很高兴，因为他和张扣扣很少这么长时间在一起了。在这期间呢，父亲也没有发现张扣扣有什么异常。再看一下王家这边，上这事件毕竟死了人，王家的3兄弟很少在老家。老大王孝军后来被提拔庙坝乡的副乡长，当年呢他没有参与到案件当中，所以他回家的次数是最多的。老二王富军据说在外面开公司，但还是欠下了很多的外债，很少回家。老三王正军被判了7年，后来因为在监狱里表现良好，服刑4年之后呢，另外3年监外执行，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监狱里待了4年的时间。王正军出狱之后一直在西安打工，没有回老家。只有父亲王志新和他的妻子在老家生活，老家的房子还是之前那个破旧的瓦房。老二王富军曾经多次劝过父亲，想让他搬走，因为毕竟出过人命，父亲住在那里，他隐隐的感觉到有危险。但父亲王志新认为法律已经给解决了，小儿子王正军也已经坐过牢了，已经接受过惩罚了，而且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，于是不愿意离开。因为有之前的事情，王正军很少回来，就算回来也不在家里过夜，看下父母就走。而在2017年的春节，王正军腊月21回老家，而且一下子就住了10天，打算大年30就走。张扣扣在家里的2楼王家院里的情况一目了然，是不是看到了王正军刺激到了他，还是他原本就打算这个春节就动手，这个不得而知。张扣扣将仅有的4万元存款给了父亲，然后张扣扣又买了口罩和帽子等工具。2018年2月15日，父亲张福如和兄弟们上山祭祖，当时张扣扣在家里洗衣服，临走时呢，张扣扣还叮嘱父亲早点回家吃饭。
父亲走后，张扣扣到2楼观察王家人，他看到了王孝军和王正军准备出门祭祖，于是带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帽子和口罩等工具，带着刀在他们祭祖回来的必经之路上将兄弟2人刺死，然后回到村里将王自新刺死。当时王自新的妻子杨桂英也在家，张扣扣对着已经吓破了胆的王自新的媳妇喊道：杨桂英，你是女的，我不杀你。点燃汽车之后呢，他跑到了河边，将凶器扔到了河里。直到2018年2月17日上午，张扣扣主动投案自首。2019年1月8日，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扣扣故意杀人、故意损坏财物提起了公诉。11月16日首次庭审会前，张扣扣提出要求，希望整个庭审过程网络直播，否则自己将保持沉默。12月25日，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2审会议，汉中中院表示会在官方微博图文直播。庭审中，张扣扣一再强调，作案动机就是为了给母亲报仇，不是报复社会，自己的精神也没有任何问题。辩护律师认为，张扣扣幼年时看到母亲死亡，看到母亲被解剖，对他的心理的影响是必然的，向法院申请精神障碍鉴定被法院驳回。2019年1月9日，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，判决张扣扣故意杀人罪死刑。张扣扣不服判决，上诉后4月11日上诉被驳回，维持原判。2019年7月17日，张扣扣被执行了死刑，享年36岁。执行死刑之前，父亲张福如见到了儿子张扣扣，张扣扣只说了：“爸爸，没事儿。”我也不想他报仇，我知道报仇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如果他这辈子要给我仇，说不定有一天娶个媳妇，有妻有子，热热闹闹还是一家人。张扣扣被执行死刑之后，得知消息的王家唯一的幸存者王富军说：“张扣扣今天被执行死刑，我心里一点儿也不觉得高兴。他的死换不回逝去的3条亲人的命，在这件事上没有赢家，只有深深的悲哀和警醒。”张扣扣并不是一个大奸大恶的人，邻居和同学评价他不打牌、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架、不惹事，而且有礼貌。可以说，张扣扣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坏人，他是一个被童年阴影折磨了22年的普通人而已。仇恨让他犯下大案，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彻底的结束了张家和王家的恩怨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收看，别忘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